4两8钱，白纸黑字儿。今晚不结，东坡那2亩田，明早我就让人离了。周贵，成哥吐血吐了3天了，你要逼死人吗？穿越了，这身体饿到只剩半条命。周贵，田不能丢，2亩田抵4两8钱，算我给你们留脸。东坡那2亩田可肥，周贵怕是盯准了。弟妹，开门吧。周贵手里有气，堵着也不是法子。田先抵了，至少人能喘口气。二弟若真有个好歹，你和燕哥靠什么撑？4两8钱，这个数不对。当初借银，本金多少？2两3钱。月息几分？5分。借了多久？从你爹按押那日算起。哪一日？哪个月的利息滚进本金？契上写了吗？少跟我绕，白纸黑字就在我手里。既是白纸黑字，就摊开让大家看，中人是谁，日期在哪儿，利息怎么计，写清楚没有？是啊，看看契也不亏。你说4两8钱，得有账，账不清，契不明，今晚就不能夺田。小兔崽子，读了几天书就敢赖债？我们没说不还。3日后，请李正族老还有当世中人来当众和气，账清我们认，契明我们认。若账期不能按4两8钱夺田，叶李正看理夺田，总归不好听。好，3日就3日，3日后拿不出银子，田契就得交出来。对，田保住了，暂时。3天不赚钱，田保不住；不找吃的，人先撑不住。燕儿，3日后怎么办？先活过明天。二弟病成这样，田总不能荒着，田契先放长房代管，往后收成按年给你家分口粮，族里规矩也是为你家好。分口粮分多少？1年几账？什么时候给？白纸黑字立下吗？大伯，我不是不给你田，爹的药钱欠药铺2两3钱，周贵的债利滚利4两8，米缸见底，口粮撑不到月底。想要田，就先把这些烂账结了。代管，管到什么时候？自然是等你爹能下地。管田还是管田契，这有区别吗？你要田就拿笔来，要钱周贵债，往后口粮谁要田谁全接过去，当着李正画押，田契立刻给你。你大伯是代管，不是代管就得担责，好东西不能只拿好处不扛好处。田契藏哪儿他还记得，万一潮了没了，这田算谁的？大伯担心田契安全。对，族里就是这意思。那大伯知不知道田契藏在哪儿？你知道田契藏在哪里吗？墙角砖后头谁不知道？你爸藏了多少年了？娘，田契在墙角砖后头吗？不在，早挪地方了。大伯对我家田契藏处记得这么清楚，我爹藏了多少年，你记了多少年？是关心田契安全，还是早就想好了要拿？林成还活着，田契就按活人规矩来。他林守才要代管，也得林成自己点头，点不了头，这事儿今日不提了，不提了。3天后宗族议事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养住的，你家要拿出个说法来。会有说法。田不是靠嘴保住的，是
是靠钱。明日是3天期限的第1仗。豆渣不要钱，糠面灶里有，酸菜墙角腌着。能不能换成铜板？明早见分晓。热饼1文1个。豆渣吧，豆渣也拿来卖。1文钱买这玩意儿，还不如添1文喝碗热汤。不是没人饿，是没让该买的人看见。还没卖，先白送。舍1个，换这1篮。热酸菜饼，咸口顶饿，1文钱垫半枣。什么饼？不要钱，尝一口，不好吃你走。豆渣吧，有豆渣，有糠面，有酸菜，粗是粗，热着吃不空肚。做力气活，图的就是热乎顶饿。糙是糙，肚里有底。来一个。真卖出去了。3文4个，几人搭伙买，省1文。比冷水灌肚强。大娘，这饼怎么卖？给我拿2个。先给钱，饼不多了。1、2、3、18文，真是咱们卖出来的？是卖出来的，但还不够。今日豆渣算是路，糠面、酸菜、柴火都要钱，真落到手里的10文上下。路能走，明日就不能只做20个。正因为爹等着，才要先去李家豆腐铺。豆渣得定下，再晚人家倒了，明日就断。那就去，快些去，快些回。看清了，二房那豆沙饼真有人买，许是收了不少铜钱。豆沙都能卖钱，3文4个，卖得不慢。方子比田契容易拿，田契还要祖老点头，方子偷看2眼就能学。明早去几口盯着，看他怎么卖，盐放多少，火候怎么拿，再让周贵知道二房有钱进庄了。哎，好嘞。方子比田契容易拿。昨日那个酸菜饼还有没有？今日有大的，2文1个，热着吃更顶饿。怎么卖？刚出锅的，趁热吃。哟，豆渣那东西，猪都嫌馊，也敢拿来卖给人吃？看清楚，热锅现烙，里面石头，豆荚日结取新，坏刀不用，隔夜不卖。昨日吃过的，帮我说句公道话，若坏肚子，你今日还能站这儿？我昨日吃了2个，今早还能扛1担米。你们爱喝汤喝汤，别把人家饼说成毒药。摊子能撑住，但3日之期今日到了。贵爷让我传一句：3日后不看你卖了多少饼，只看债契上的数。有契有手印，林城欠我3贯200文，今日要么还清，要么拿田底。林燕年纪小，守不住田，不如族里代管，方子交出来，大家一块儿做。120文，林家欠债不赌，今日先还这一笔。120文，打发叫花子。头日41，次日43，第3日38，除去要钱和明日买料，就这些了。赵叔，当年你做中人，见的本金是多少？800文，本钱800，说好秋后还，利钱160。欠久了不还，利往上滚，天经地义。新债在哪儿？新契呢？利滚成这个数，哪天重利的，谁在场？我爹哪天按的印？无中人无心气，把利滚成夺田数也坏规矩。就本就利做底，合1贯200文。今日先还120文，余1贯080文分6期还，每旬180文。周贵不得私自夺田契，不得逼交方子。下一期我照日子来。新约文书，今有赵老三，田契不交，总叫人不踏实。大伯要踏实，就按印担债。明日还去摆摊儿？去，但从明日起不只是摆摊，是立摊。一旬180文，豆荚饼撑得住吗？昨日债额已定，今日补份复约，定下周付的规矩。我认新约，还怕我少写不成？
贵也不怕，我怕。穷人才更要讲规矩，不然1文钱还出去，转头就成了没还。每次收钱，周贵必须出收条，写明日子、数目、余债多少，收条以2份，中人按印。你这是防债主还是防贼？防糊涂账。昨儿不是按了手印吗？3日小约，我李家不是说话不算的人。昨夜有人来过，有人问豆沙多少钱，说愿意多添1文，还说你家拿豆沙做人吃，若吃坏肚子，先砸我李家的门。先付15文定钱，从明日起，每日留1篮半豆渣，按日结清，酸的、臭的、隔夜的，一概不收。他出双倍，出1天，我出现钱，出3天，你算哪个稳？今日一到，卯时后辛末。我就烧火洗菜，3文真不用记。正因乡里乡亲才要记，留审半日工，3文，带锅另记1文，账清，人情才不糊。娘长调壶，留神洗菜烧火舀汤，不碰调壶。爹看账，做吃食不能短斤少两，也不能拿坏料遮味，盐少些可以，心不能歪。娘管灶，爹管底线，我管外头。 3日不挪，摊前加1文，汤水别泼路上，回闸自己收。有人告你骚乱，我立刻赶人。摊钱照交，收摊我扫。给我来2张热的，单张饼照旧，2张饼加1小碗热豆加菜汤，比单买省半文。汤今日限量，卖完不添。省半文，不是清水，吃了肚里不空，赶路人吃正合适。 买饼排这边，买汤站锅前。刘婶只管舀汤，娘只管出饼，钱给我。唉，今日是比前2日多，可我差点退错2回碗钱，刘婶舀到后头手都抖了。 卖出去了，才会有人来找茬。饼会涨，碎料会被人盯。那碗呢？碗少了，队伍就乱。林小哥，不好了！有人说3日后出双倍价，要包下我家的豆渣。他还问你家的饼和汤究竟放了什么调味。不掏钱就放话，不是要买豆渣，是要让李家发虚。不掏钱，凭什么说包？没掏钱就不是急着要豆渣，是让李家发虚，也让旁人知道有人盯上这门买卖。告诉李掌柜，约账就，钱照付。谁要订豆渣，先交定钱，写明日子和斤数，空口双倍不算买卖。燕儿，明日还摆吗？摆，空1天，旁人就当咱们怕了。昨日吃了半上午顶事儿，今日给我2张热的。老板，来3个饼。哼，林家小子，你这么卖，叫别人怎么活？汤盆碗盆摆一地，人都往你这儿挤，我摊上路都没了。吃坏肚子算谁的？竹签插一插就成新渣了。碗摔了算谁的？汤洒了脚风一滑，马氏头罚谁？马氏头，这里有人坏规矩，谁坏规矩？他家占道乱架，汤水碍路，再这么摆，我们这些老摊还做不做？有人告你占道乱架，汤水碍路，今日说不清，要么挪位，要么加摊钱。摊钱昨日交过，今日也照规矩交了。占道我改，以后队伍贴着摊边竖排，不横着堵路。你看这样行吧？汤水不泼地上，洗碗水都进盆，收摊带走。地上有油，罚我。他价低就是坏行价。豆渣便宜，杂粮粉有价，盐、柴、摊钱都记着。我卖的是豆渣饼，不是卖面炊饼。成本不同，薄利能挣，不是亏本钱抢市。今我有1分清扫钱，认的是摊上人多，清扫归清扫，不是另加摊租。我说2句，不是帮谁说话。昨日吃了他家饼，半上午没饿，也没闹肚子。桶盖布日日洗，我看过，孩子吃了也没事儿。行了，林家摊今日照摆，界限收住，队伍别横着排，汤水不得泼地。谁再告，也拿规矩说话。豆腐坊的渣，肉摊的骨，这门道比想的深。这汤端出去，人家怕要说咱拿洗锅水骗人。脚夫不图汤多鲜，热乎咸香，喝下去胃里不空。热乎咸香，碗里有东西。爹说的3样，明天再试一锅。能早入口的人要这个。热乎咸香，碗里有东西，3样都有了。老客不能赶走，饼配汤，汤里多1勺食料，让人觉得划算。
单汤也卖，但不能挤掉饼。压碗钱我管，昨日差点乱，今日得分清。菜根子也卖钱，单买饼照旧，饼配汤，多一勺食料，喝完不冷肚子。给我来一套。昨日你家没吃够，今日我再吃一回。不是清水，有味儿，可赶路人吃正合适，热咸，肚里不空。我就想喝汤。明日多备碗，今日再卖饼这边就慢，谁都吃不上热的。没了，没了，明日早来。今日是比前2日多，刘婶咬到后头手都抖了。肉摊那边也不安稳，屠户说有人问碎骨，明日怕不能这个价。多了是好事，怕就怕人也多，眼睛也多。客流稳了，单张饼挣得薄，碗数还卡着。3日后豆渣若被人卡住，今日来的这些人，明日就会问咱们为什么没饼。汤卖出去了还不算成，卖出去才会有人来卡。方子不在一个袋里，这小子比想的难缠。刘婶，他那碗菜也多，我这碗咋像清汤？碗呢？钱都拿着了，等半天了。我能洗碗、收碗、烧火，只问一句，半日给几个钱？都是乡里乡亲，谈钱多见外，我不要钱，搭把手就成。你这汤闻着怪香，是骨头熬的。不要钱的活林家用不起，前头缺手，后灶不用人。退衙钱，刚喝完。先停。林家赚钱了，就想赖这几个钱。林家的碗昨夜都在碗沿内侧划了浅痕，你这只没有，同一处同一刀。你这只缺口在外，底没痕，石子也对不上，不是林家的碗。人家碗有记号，你拿个旧碗来闹啥？几文押钱也值当丢脸。今日起，碗沿有记号才退押，无记号不退。豆渣饼热汤跟林家一个味儿，便宜1文。听说林家汤里用碎骨，别不是捡的烂骨头吧？昨日刚来，今日外边就有一样的摊。寡妇家缺钱，嘴严不严，谁说得准？林家的正料袋带角都是一刀斜剪，这只是撕开的。昨夜灰堆边少了一撮侧渣，带角就是这么撕的。那袋里装过灰渣和坏豆渣，我亲手放的，正料袋我没碰过。这汤腥，饼还发苦，拿侧渣熬的吧？林家卖的是干净汤，不卖糊涂账。谁翻废料冒林家名头，赔钱也赔名声。林家摊是谁的？有人告你家占道聚众，汤食不洁，私设摊位，扰乱市价。今日这锅先停了。在。偷方子是假，真正落下来的是封摊这把刀。娘，别动！占道聚众，汤食不洁，私设摊位，扰乱市价，哪一条不够你们走一趟？大家都守马市头的规矩，凭什么林家不守？今日不封，明日人人乱摆。停锅，钱盒也先别动。差爷要查，小子不敢拦，只是请差爷按规矩查。你拿规矩压我？不敢。差爷说汤食不洁，锅料碗都在，可当众验；说扰乱市价账在这里，可当众看。哪条该3遍，白沫撇净。脏碗净碗分盆，洗凉水。脏水到远处，不沾滩边。脏水到那边，没挨锅。差爷若不便入口，可请旁人闻。汤是热的，没酸味没馊味。要说坏，我老张第一个先摊。差爷，我有话说。我前日吃了他家的汤，回去肚子搅得一夜没睡。方才又看见他往锅里加白花花的碎东西，谁知道是什么？只争吃坏肚子，这锅就不能留了。你说前日吃坏，吃的什么？汤还有饼，里头加了半勺白碎，吃着怪滑。半勺豆花碎，对，就是那白碎。差爷，请看，前日没有豆花碎，豆花碎是今日这桶才第一次加。听见了，只加今日这桶。我记抽3没有。你说方才看见我往锅里加花后东东，是哪儿看见的？就队伍边，队伍边能看到摊后，锅在车前，排队的人怎么知道废袋在哪儿？他刚才不在队伍边，我看到他在茶棚边站过。圆脸夫人塞给他2枚铜钱，他收进左袖。袖子抬起来。今日先不带人，汤食不洁可暂放，扰乱市下也可再查。可无正式摊牌，无保人未补税缴钱，这3样不是旁人冤你。3日补摊牌，找保人缴清缴钱。3日后拿不出，马市头不许你家再摆。规矩这东西，不是你会写2笔账就能过的。摊牌、保人、税缴钱，3日，账本管不了这3样。林小哥，你家汤我吃过，干净，可我这名不能签。东鹏说了，谁给你家做保？往后卸货不叫他。没有宗族替你出面，谁敢保你？
穷户没牌没宝，本就不该占马氏头的地。林家小哥，3日太短，穷户靠自己，找不到门路，银子我出，保人我找，摊牌我打点。林家每日进项先还利，汤方抵押，田契放我这儿做担保。若你找的保人不认，利也照翻。办事哪有半点风险都没有？你家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，还摆什么摊儿？田契在我爹手里，周叔，晌午后给你回话。娘，钱盒给刘婶看着，我去一趟豆腐铺。不回家。他们等我们回家哭，等我们把田契拿出来，那就不能走他们铺好的路。这牌压得住你，也可能压死我。你家若被告汤氏害人，我李家铺牌也得跟着吃罚。所以我不是来求好话，是来谈一笔能查能算能当责的账。你家每日剩的边角豆花、豆炸、豆浆底，与其倒掉被罚，不如按篮卖给我。能入口的当日入汤，不能入口的晒干给马棚。每桶料贴记偿，哪日哪桶，账上都留。林家摊前挂小木牌，写李家豆房公料，脚夫喝汤觉得豆花好，回头能来你家买。若有人告赃料，你拿账查源头，谁都别想。你这是想借我铺牌上？不是借，是互保。你保我摊，我替你先清料，以种引客，斗账本党无名，单独挨刀谁都疼。绑在一处，刀落下来才有都记。若料没出岔子，我可以带你去见狮头老人，说一句试试。李掌柜，先别认保，管事那边有新话，有人递状了，说吃了林家汤时腹痛不止，汤师远开人的案子半斤跟谁跟着要单，壮着做保谁就一起担责。林小哥，你这保怕是更难了。3日担保变成3日洗罪了。一碗汤下肚就这样，林家卖害人的东西赔钱封摊儿。谁敢现在搅锅，谁就是毁证。人倒了，林家今日这锅不卖，听查，但封可以，搅不行。劳烦2位站近些，看着锅和勺，不是给林家作证，是给今日这场事儿作证。勺子放空碗里，别再碰锅。盛汤舀一碗搁案角，豆花、豆渣饼分开放。医馆都开药了，壮士也摁了手印，还查。药单在这儿，状师也递了。林燕，你最好别耍滑。先查他有没有喝过林家汤。陈出后2颗，黑石子1颗，粗陶碗1只，热汤1碗，豆渣饼1块，未还碗。自己账本把自己定死了，还摆什么清白呀？他喝过林家汤，不等于这碗汤从头到尾只在林家手里。这锅汤何时鼓开的？陈出前，第1勺下去还烫。他前头3碗谁喝的？我后头喝的，同一勺，没事儿。赶车到北口又回来，没事儿。同锅同勺，旁人无恙，偏他一个疼。那就看这只碗，碗底贴着黑渣，像被水泡散的药沫，苦腥味。林家汤里没有这个，林家卖汤不卖浓茶。这圈茶字从哪儿来的？我看见他端碗往东鹏鹏脚坐了一会儿，回来没多会儿就喊疼。你胡说！东鹏茶摊用竹签记账，插牌子也有那种尖竹签。可饼没有，旁人同锅无事，偏他碗底要渣的碗沿有茶字，碗没离摊，为何有茶棚痕迹？方才喝过这一锅的都留下名姓，看见他端碗去东鹏的也留下。锅里未必有事，可这碗汤从你摊上出去是真，人倒在你摊前也是真。案板局下料人没抓到，不能让封锅扣。但今日锅勺盛汤同批时刻都有人看着，先不定你林家害人。明日辰时前拿下料人人证或医馆抵账来。拿不出，锅扣摊封，3日担保一动作废。1夜，医馆东鹏地状人，你查得过来吗？1夜，打烊了。马市头那事儿，掌柜说了，今夜谁来也不掺和。要若从你们这里出去，明早势头查账，问的不是你们掺不掺和，是你们今夜为何闭门不报。让他进来。牵牛子木混了8豆霜，量少入汤能叫人腹痛呕吐，吃不死人，却能把摊子砸死。有一包，记得是老郭摊儿，买药的是老郭。不行。老郭嗓子哑爱脱音，卖药那个人声音年轻些，压着嗓子。今天傍晚，短脸汉子坐过哪张桌？几根破竹签，日日都烧，碍着你什么？不碍我，碍着明日辰时谁说真话。巧合，晚间那桌的签烧了。账本在我身上，谁也别想拿。叫阿顺，蒙着脸看不真，可他知道篮子放哪儿，也知道账本平日塞钱盒底下，不像外头来的。娘，若有人再来，就让他拿桌上这本。婶子，我没害人，我真没害人。你若不说，明早下药的人会把这一切推到你头上。现在是被胁迫，辰时再说就是替死鬼。西厢破草棚有人吃炮，也不再不听话，让我放到东棚桌下。短脸汉子端碗过去后，又叫我给茶摊伙计带话，别多嘴。给钱的人，他还给了违章家，今日认了就烧掉，若不认就照纸上说的再来一次。他们说，第1个只是逼封摊儿，若你查得太快，第2个明早辰时人群里还有一个会当众倒下，说昨夜也喝过你家的汤。第1只碗的线抓住了，第2个人
已经在陈氏的人群里了。我昨夜买了你家几碗热汤，带回去给婆娘孩子吃，半夜一家都疼。林燕，你还有什么话？他说买了几碗，我先问什么时辰买的？天擦黑后，你家摊还热着锅，我买了4碗。昨夜林家卖出27碗，参墨汤已见底，有出封锅。最后一笔是挑夫刘三的2文。是我去时锅底都刮干了。徐嫂子还说明日再来。你说天擦黑后买了4碗，有出已断货，你拿什么装回家？我自带了碗2个。方才说4碗热汤，现在变2个碗，你婆娘孩子各喝多少？哪个先疼？谁去请郎中？半夜乱成那样，我哪记得？我碗没离手，没碰别的碗，我就喝了离手边的汤。可他方才为了证明自己也在场，说昨夜看见你在东棚边上喝汤。你胡说，我没去东棚。一个说没去，一个说亲眼见。师头，这叫苦主证词，还是串供没串齐？我没说过，你害我！别走！碗底心痕和东棚断签正合，碗若没离手，这痕从哪儿来？药在锅里还是在碗里？林家原锅眼下不能定害人，但摊子暂封，政务账条直缴证人全部送县衙待查。林燕揭票，犯案事实害人，扰事污指商号，明日晨后入县听审。势头刚说到收记，这票上却早写了污指商号。有人在我开口前就知道我要指谁。藏田契的地方被人动过。李掌柜那边今晚得走一趟，官司是明面刀，田契才是要哥哥的根。林家毒汤害人啊！昨夜他们还上门逼我们改口，空口无凭，让大家看看林家熬汤用的脏料。林燕，到了县衙门前还敢闹，有话堂上说。差爷，他们在门前不是哭喊就是喊冤，我开口就是闹事。差爷问我认不认之前，是否该先问谁拿来的、何时搜的、何处搜的？林家大料用旧颈部细麻绳，活扣一抽就开。这包是死扣，反手绕的。我家这种死扣，拆一次布都要扯坏。这包东西不是死扣，城南几家小豆坊粗磨省工，磨盘吊砂。这包东西不像李记出的。升堂，涉案人等入内。茶摊伙计昨晚就没回摊上。我今早去问过，老板说不见了。没失踪，是被提前送进去了。小的昨日在市口看见林家摊后有一包料味道不对，林燕让人避着旁人把那包料放进汤里。小明只求问证人3事，你说看见换料是昨日几时？未时前后。未时前后你茶摊还开着，阿顺去买茶见你在收钱倒水，你如何又在林家摊后？我来回走动，市口不远，小的记不清那么细。记不清路，却记得我让人换料。大人，证人时辰久远难禁忌，亦属常情。小民不问人问物，门前差爷已记，粗麻死扣苦煮成。大人，李记豆荚细，黑皮少，压过水，手粘就散。这包东西粗，糠壳多，不是李记昨日出的豆荚。臭料包暂封，传城南豆馆医馆经手人令和。大人，还有一份新供，林家帮工亲押，供称林燕吩咐换料，许是知情封口，从东屋柜角取钱许诺视频后补足。鸭是真的，话未必是他的。林燕私下吩咐帮工将旧料掺汤，事后许钱封口。林燕，你可认？亲押供状非旁人口舌。林燕，莫非连自家帮工也要说成旁人收买？大人，小民只求看一眼原供，问清3件事：何时写，何人录，押在何处。传林家帮工上堂，呈给他看。刘四，我问你，哪只桶？林家没有叫旧料桶的桶，左边黑陶桶，右边木桶，后造烈焰瓦桶，你掺进哪只？小人记不清。哪锅汤？前坛。前坛当日5钱已卖空，你说我何时让你掺？申时。大人，申时刘四还在后巷帮我抬木，他手滑，桶边磕在门槛上，还骂了一句。他昨日还问我粗磨豆荚和细磨有什么不同，说没见过城南那边的。申时前后，草民见他到李记门口还木牌，柜上还有刻痕可验。供状上写城南粗磨豆沙。阿顺方才说了，昨日你还问他粗磨细磨有什么不同，今日还有能说出粗黑麻绳死扣。臭料包昨日才当堂验开，你写供时怎知是粗黑麻绳，又怎知是死扣？供状写我从东屋柜角钱匣取钱，他一个帮工怎知我家东屋柜角藏什么？供状亲押，还有何辩？押案是真的，不等于供词是真的。小民只问，这押是按在供词写好之前，还是写好之后？是他一句一句说完再按，还是有人写好，抓着他的手按上去？刘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人摔能摔出2圈绳痕，自己交代。拇指根为何淤成这样？本官问他，没问你。刘四，说，昨日申时你若不在县衙，何时来的？谁带你来？在何处按印？小人是被
大人，堂外有人鸣冤，地状告林燕欠债不还，以田店做底，拒不交割。告状人是谁？周贵。换料案刚撕开口子，田气这把刀就递到堂前了。大人，草民告林燕欠债不还，骗旁人担保。如今他摊上吃食害人，生意兄信用尽毁，再拖下去，草民血本无归。按旧契，林家田地该交割。白纸黑字的债，他连吃食都敢掺假，这账本还能信？大人，人命未清，摊位不可再开，账本货物曹据，理当先封。林燕欠债拒交田地，可先登田地争议，摊位既涉害人，也该封存账。周贵说我欠债不还，那这3笔银子是谁收的？6月19午后，林家还银2两，周贵亲收，理正在场。回大人，那日我在，周贵收了银，也按过押，2两支抵零头。大人，担保供货乃令案，不在今日堂审之列。供货担保是周贵自己认的，怎么成了令案？7月初3，李掌柜担保供货，约定后续货款抵还旧债。李掌柜，你敢不敢说？大人，林家供货账在我铺里可查，担保不是空口，货款确有入账。第3处，7月初7重立新约，旧债展期县内不得强夺田地，众人在场。草民亲眼看到周贵按了押，银你收过期，你斩过，担保你也认过，现在拿吃食害人做借口说担保不算，账本不真，田地该交。新约只算明债，就算旧息，才是林家自己认下的田押。林家东南3亩薄田做底，旧息未清，众人见证，族中林守才在旁。那铁是我们一家命根子。周贵，补契若是真，为什么落款那日你还收我展期银？补契落款7月初7，新约也是7月初7，若已有田押，何必再收展期银？何必再按新约？这只救字不救，纸上旧折已经磨白，可东南3薄田几个字压在折痕之上，若先写后折，墨痕该被折断。如今字盖旧痕，是先有旧纸后补新字，确有字压折痕。人自己按印，指腹落下再抬起，印边不会拖出这么长的斜痕，除非有人抓着手指摁进墨里，再拖到纸上。补契上写的是你的郑恺全名，你平日立约怎么签？大人，小人不识几个正经字，从来只画花押，补契上那个名不是小人写的。最后一处，补契写林家东南3亩00怀沟，你家在什么时候搬到我家田西边去了？林家那3亩西边是废井坡，东边才是怀沟，写的人没见过田边就抄反。周贵，这补契你从何处得来？有人翻我家东屋柜角，找的不是铜钱，是田契，柜角按缝里留下这半截直角，带周记残印。你一个放小债的，图几亩薄田，犯得着押上尾契和人命案？周贵，谁给你的银子？那银子本就不是我的。大人，林家摊位走水，有人瞧见火油泼在灶棚后头，不是失火，是纵火。他刚要说出名字，火就来了，灭的不是摊子，是他的嘴。大人，这火来得太巧，周贵不能离人，案上咒物也不能离人，请大人暂押周贵，不许任何人私下接触。补契、供文、残印、料包押、粗陶碗、断竹签一并封存，经手之人当堂记名，尤其文案桌上的人不得单独碰证。准，周贵押下，判死了。政务封箱加签，本官与县城同押，谁敢擅动，先剥他的皮。阿福呢？不是造里，后头一下窜起来，后墙灰别踩，都从前面泼水。火还没灭，你管灰？纵火痕迹就在那儿，踩乱了，等着凶手替你写供称。这里有粗鞋印，还有块碎布。不是我一直在公堂，我是跟差役来的，你们都看见了。这线索很像指他，太像了，像还不好，像到恨不得把名字写在灰里，这就不好。真要纵火，谁会把指向自己的鞋印和布片留在最显眼的墙根？账都没了，林家口口声声说有账，如今火一烧，倒省事儿了。这就是他们想让你们看的。林家每日取豆渣多少，我李记都有分账，料样也在我这儿。昨儿林燕送来盒料，我亲手封的包。我家昨儿买了2份汤饼，林家给的凭条还在，孩子吃剩的佐料我也没倒，味儿跟这包一样，不是堂上那个臭料。烧得掉摊棚，烧不掉账。火场留差役守着，我回县院。有人畏罪自尽了。我刚走，他就畏罪了。周贵要说的名字，有人比我更怕听到。绳在梁上，凳在脚下，人也吊着，还能不是自珍？他的脚够不着这凳子，真从凳上踢落，凳脚该在他脚边。这个位置像有人踢给别人看的。押房从里头杀门，自珍的人杀了门，外头怎么开？小的回来时，门没杀严，没压严，还是被人从外头拨开。这痕新的很，这是仓往码头捆货的扣，越压越紧，解得快。周贵放债，账本粗，人也粗，没这手法。他不是自己站上去的，人被拖过，先让人像死，后让现场像自尽。林燕，
县衙没结案，林家摊不能开。有人纵火烧摊，势头不查，火又从哪儿来？到先查受害人能不能摆摊。摊位尽结，不许摆。日后要摆，料样重验，祭具重看，摊棚烧毁，原位重排，摊费重缴，担保另立。这些够不够证明林家吃食无毒？付账、料样凭条、李掌柜担保纸，只能证明你没害人，不能证明街面不会乱。街面乱是因真凶没抓，你不催县衙抓人，只拦林家开摊，规矩如此。那我记下了。今日不许林家开摊的，也是街面规矩。这点我见过，万和粮行账房合银，长这么点。掌柜的，万和那边来话，若还替林家做保，下月米面涨2成，赊供也停，旧账还要重翻。掌柜若撤保，我不怪你。少拿话激我，原票我藏着，钞样你拿走。林燕，你碰的不是一家铺，是一张供货网，米面、角力、赊账、摊市，他们都能伸手。周贵常往万和后门去，我有回瞧见他拿了小包，跟个青灰长衫的人说话。我记差了，兴许不是周贵。记差不要紧，怕谁才要紧。万和给穷户赊粮吗？收田契抵押吗？赊粮多还不上，就有人拿粮券抵银。周贵常替惹病人，收不上契这就还手。这不是一张债契，是一张饭碗网。你别说是我讲的，你今日什么也没讲，你只是喝了碗茶。燕儿，救我！他们要杀我！周贵死前也以为自己还有用。我是给银给气啊，叫我逼你家交田。那人穿青灰长衫，手指总站的墨，倒像账房管事。气放哪儿？我在万和校从后巷出，却知道他们要正气，正气不够就逼补气。纵火前一晚你在哪里？谎话以后慢慢算。现在想活，就照我说的做。去茶棚，去市口，去你欠爷酒钱的地，装作慌了。过往上里有张角队，语就县令。这不是让我送死？你不说，他们也会当你该死。说了，至少我知道谁来杀你。你欠我家的，活下来再算。燕哥，一个万和伙计模样的人走了，没回粮行，绕去了县衙后街。燕哥，明知道是陷阱还去，他们坐不住了。我若4更不归，你把这个送到县令案头，再敲锣报官，别只报失踪，要报有人借周贵案诱杀证人。你若回不来呢？那这张纸就该替我说话。你远跟，不许进旧仓，听见动静也别冲。李正书那边让他派2个年轻人，一个盯万和后门，一个盯县衙后街。4更前我没出来，先敲锣再报县衙。我记住。三门村们等的不是我取账册，是等我踏进一桩写好的案子。先前吃食害人，你说有人陷害，摊棚烧了，你也说有人陷害。如今周贵旧物、胶木、账册都在你脚边，还要赖谁？别让他乱走，地上都是证，按周贵案就正风。夜入旧仓私会，携凶器毁证，藏周贵血衣，用假账册威胁万和粮行。林燕，你胆子不小。万和粮行，我还没说这账册同万和有关。少耍嘴皮子，打人！有人约我来取账册，我若来毁证，会带着约我的纸条，会空手进门。我一路跟着燕哥，他空手来的，先到仓外的是万和的人。有个万和伙计从县衙旧仓后出来，他腰挂着块粮行木牌。4更前我若不回，李掌柜会拿纸条抄件去县衙，不是报失踪，是报诱杀证。证物会说话，也会咬人。地上这张账页墨没干，火油未辛，短刀摆得太顺手，你们想封就当场封，谁敢先碰，谁就是天正的人。石头，林家那夫人扣住了，料包里搜出药墨，李掌柜仆人不准要封铺。林燕，你每多说一句，你娘和那掌柜就多一条罪。林守才藏书处也有人摸过去，被李账的人惊走了。藏毒料的藏毒料，伪造账册的伪造账客，你还保得住谁？你们要的不是账册，是把所有能说话的人都按压。我跟你们回县衙。现在知道怕了。人不能动，铺不能封，旧仓证物当场封存，娘不得入私牢，李掌柜铺子不得烧，寿材交李正看押。谁敢私拿这里一样东西，明日公堂上我先问谁。你凭什么同我谈？凭我今晚活着进县衙，也凭4更前外头会有人敲锣。哼，带走。别救我，救证。火把走了，再见。不展开看，半夜残账不够定罪，但够让怕他的人自己去找剩下版本。人证物证都在。林燕，你今晚若不认，你娘先下狱。半夜残账不能定罪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指望他定罪。那你指望什么？指望怕他的人自己去找剩下版本。林守才散出去的话，加上旧仓那张纸条，加上4更前有人敲锣，3条线放出去。若万和心里没鬼，今夜没人会回动账，谁去烧账，谁就在账上。不是做饭，交指纹。县衙查账，今夜谁出去，明日我作证。
我挑了一辈子空单，今晚总算挑回一条命。账册封存，谁再碰，按毁争论。账房私收银钱，自立暗账，万和粮行并不知情。昨夜账房亲手往火盆里扔，若是假账，他烧什么？半月点对认罪书，粮票尾号对万和旧票，周贵补气对假债契，势头寻风阴对风摊，舒压润笔对伪贡，旧仓对烧量。小的只递过一次料包，有人说不定我娘的要钱就给的，是后巷有人塞给小的，下官只是收过润笔，伪贡非下官本意。你敢卖我？大人，万和粮行牵涉县中粮粮，若贸然封铺，粮价必乱，百姓吃不上粮，这罪谁担？封的是案账和涉案人，不是百姓统验，拿百姓口粮挡路，草民愿作见证，村中也愿作证。谁借封案囤粮涨价，我等可上堂作证。许是撤前，林燕解除嫌犯身份，林家摊位准许重开，出告示澄清，田契归还本户，林守财收押候审，势头革差候审，书吏停职收押，万和账房收押，管事暂扣。规矩立住，家才立得住。草棚烧了，先做棚儿重新搭，再做作坊。不打草棚了，李掌柜看账和县城销路，角奴搬货探消息，李正书做见证，工钱分成赔罚全写在纸上。林小郎君，粮价又涨了，河泊那边还多了2艘大船，船期不是本县的。这记号不像万和本县的路数，更像府城粮帮。下一仗不再摊钱了，万和是刀，刀后面还有手。这回赢了一县，下回要接上一府。大人，还有这个。大人，是认罪书。另有林守财素与周贵议田契，知情愿为内验。我没有，我只想要田，我认。可我没叫人放火，更没杀人。燕哥，你说句话呀！你贪是真，逼我家也是真，但放火杀人未必是你。大人，周贵认罪伏法皆有交代，外头外百姓还聚着，再拖下去，县衙威信怕是压不住。前半段墨色浓字还算稳，后半段渐浅，几处笔画断开，写到后面笔快干了，没人给他添墨。不是他不想添，是他没法添。刘四在堂上被拆供时，大人也看见了，他拇指青肿，指缝嵌墨，是被人按着写，按着压。周贵现在一样，周贵本就做伪契，纸上有墨也不奇怪。做伪契那日，他用的是旧墨旧纸脱手印，手法粗。这张纸里却写折银入总账，货号另记清记。周贵的债账写什么？本银月例抵田，他不是商号账房，写不出这种口吻。这里，大人，还有这个，那里有一个极小的半月点，弯弯半样，几乎敢去。周贵的债账写本银月例抵田，他不会在银词旁点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大人，县城哪家粮行记账喜欢在银丝旁点半月？周贵是刀，刀断了，但握刀的手留了记号在刀柄上。